格陵兰的首都，这应该是他们的信义区。来看看里面都卖什么吧。天啊，这里泡面好贵哦，5包要330多。完整的 MV 经过，不会再去格陵兰。我们要搭1:25这一班，登机了。坐这里一样是小飞机。我们回到根格鲁苏瓦克转机，直接转机。Danube 了，这是当地人的小便斗笑话吗 ？Couple world 看不懂。水越来越大，我们在排队等计程车，直接前往住宿的地方。各位，我们来到了格陵兰的首都 Nuuk， 这边呢是全世界最小的首都。我刚开车大概10几分钟就已经穿越整个首都了，对，就没了，绕一圈就没了。可是这边比起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它建筑啊什么都比较现代一点，然后没错，好像真的比较繁。住的是这个海边小屋，我们要在这边待4个晚上。我们先来看一下，房东有给我们密码锁，看一下哦。这一间吗？这样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哦，暖气已经开好了，我们开箱一下。哦，哎，电视好大哦！我至今看过最大的电视。看，从外看出去就是一片海景。这边有餐桌，冷冻柜吗？冷冻柜。其实餐具那些都还蛮齐全的，然后这边有冰箱，还有微波炉。这边就是房间床铺啦，然后浴室有烘干跟洗衣。我每次都觉得他们的干湿分离不知道在干湿什么。对，他们没有在干湿，他们很湿，然后都会准备拖把在旁边，让我们自己拖吗？对，我不懂什么意思。而且他们外面就没有排水孔，他们厕所都会淹水，这设计要加强一下。天哪，我们来到这2个礼拜最热闹的、最现代的地方，好像是类似他们的百货公司哦。惨了，这应该是他们的信义区，我们来进来看一下。里面看起来像是超市，1楼的话，2楼就类似家具、生活用品。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物价大概如何。这边是家乐福吧？对啊，这边是家乐福。这样子抹布吗？100块台币。那他们气泡水机要多少？大概4000多台币耶。他们的优衣库，肚子太饿，出来找东西吃。这边有一个泰式餐厅。格陵兰到底多爱吃泰式？我们说走到贵餐厅呢，它这些看起来都很高级，都很漂亮的餐厅，装潢很美耶。跟各位分享一下哦，格陵兰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岛屿，大概有台湾的60倍大，可是它的总人口数呢，就大概56000人，整座岛。好像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地方。对，努克它这边的人口呢，大概才18000人，这是全世界最小的首都。可是你知道吗？当地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那么多台式餐厅？是因为这边呢很多菲律宾的移民，那他们很喜欢开台式餐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好，分享一下小知识。Oh my god， 是冬阴功，泰式海鲜汤，太期待了。我觉得应该是道地，因为接待我们的人也是泰国人。我发现他们泰国跟菲律宾移民很多哎。不是怕热吗？味道很道地耶，很道地。哎，等一下，因为现在外面正在下雪，喝到这个酸酸辣辣汤跟海鲜很舒服哎。看服务生也都穿得很泰式。天哪，这个汤可以打包回去煮面吗？真的有够好喝哎，超泰文式。它颜色不是很淡，味道非常好。好，这个绿咖喱鸡来了，天哪，这样一整锅，下面也在加热。我的红咖喱牛肉来了。天哪，到底是去哪里玩？我们其实都好像没有吃到什么格陵兰的传统美食。我们去每个餐厅也是没有什么传统美食，对，好奇怪。看一下它的绿咖喱鸡，它的椰奶香味非常的重，来吃吃看哦。好吃哦，辣辣甜甜咸咸的，然后又有那椰奶的香味。我们来格陵兰玩，吃到最多的食物居然是泰式。甜点香蕉船冰淇淋。好的，这餐吃了677克啦，谢谢。我们来当地的超市去采买这几天的食物，我们来看看里面都卖什么吧。这边是北极熊超市 Akiki， 应该是这样念吧 Akiki。来买超市，这边叫 Banana， 大概一根是12多块钱，好酷哦！这边有 Oreo 的麦片，37克朗，这样大概应该是快150左右。买这个小宪哥来这边超爱喝这个毛豆奶，这样子大概要70-80块钱。然后我发现他们超爱果汁，然后都不冰哦，其实也不用冰啦，因为这边就很冷。这样大概就80-90。我们上次觉得这个鸡腿很好吃，像44克朗，里面有12只鸡腿，而且蛮大只的哦。来
来鸡蛋煮面吃。这边鸡蛋的话，10颗大概是120。天哪，这里泡面好贵哦！这样子几包？5包才330多，很贵耶。因为那是他们的小魔方，那大概一罐都是快80块。我们喜欢这个这个大蒜粉很好吃。等一下，这边的 Kokio 比较便宜，其他地方还卖到26，这边才19块克朗，便宜很多哎，快80块台币。他们超市的摆放其实很整齐，很疗愈耶，整整齐齐的。好了，我们还想吃这个海盐焦糖的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耶。这样子的话是47克朗，192块200块。因为我们在那边要待3天，买个披萨，这样子100块，比其他地方便宜。我们这样子看下来，Akiki 好像是这边最便宜的哦，比较推荐大家来这里购物。有看到 Akiki 可以去 Akiki， 北极熊图案，这边有品客，大概也是落在快100块台币。我们这几天吃下来，只要大家真的想要在这边吃东西，我们会比较推荐这个跟这个巧克力可颂，就这2个，其他就尽量就可以稍微略过一下，这合我们的口味啦。对，那2个比较喜欢啦。这边就类似他们的韩烤啦，那种杂货糖果区。这年货大姐，这是称重的，100克大概是40块。Oh my god， 这是冰岛的牌子，这个小猪超市啊。你的卫生纸18卷大概是快300台币。你有看那个吗？长长俱乐部长得很像哎，还是我买这个吃？烟肠肠8入34块，130多。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民生用品，这边的海伦鲜度丝其实不大哦，大概37克，快150台币哦。其实不便宜，凡士林也是贵个2倍。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有哪些水果，橘子，这是什么啊？青苹果、苹果，我发现苹果都是小颗的，香蕉、葡萄大概要31块，100多。等一下，这边有凤梨，看下凤梨多少？大概160台币，这样1颗160。它其实去掉头蛮小一颗的耶。然后这边有类似他们的香瓜、甜瓜，大概130元台币。这边的可乐大概台币快60块。买买看，这个没喝过的柑橘口味的 Zero。我们买了这一册的话，总共是596克朗，3天份的食物，大概是2400台币过3天。不可能，这边的人体模特有屌包吧？还给我偏左，什么意思？努克其实现代很多建筑也都比较有设计感。拜拜，格陵兰，我们要回丹麦了。到丹麦了，各位，我们回到丹麦了，终于。接下来呢，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总结心得，还有一些大家常见的问题。会有一个完整的 MV 精华，我会放在最后，就是我总结完之后，大家再看一下。不要走开哦。很好看。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格陵兰呢，我们的心得是呢，我不会再去格陵兰了。我的意思是，其实去一次就好。我也觉得人生一定要去一次，但是我觉得就一次就好。跟大家分析几个它的优缺点，先讲优点，赞美一下它。优点就是它的游客其实很少，就基本上呢，去哪边就是都只有我们，然后不会有人挤人啊，或者几乎都不用排队观光的地方。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当地的人，因纽特人他们很友善，他们在路上看到我们会点头啊、挥手啊、微笑，对之类的，就是你会感受到他们对外地人是很友善，而且他们的英文其实都还蛮顺的，就是我去哪边就是英文都可以沟通这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来分享一下比较缺点的地方，也不是算缺点，就是我觉得比较 tough 的地方，就是对旅行来说的话，就像前面我们影片分享，格陵兰呢，他们有城镇跟城镇之间的对外道路，所以呢，变成我们那边交通只能搭飞机或是搭船，那他们的交通呢都非常昂贵，就是一趟机票就是要几千块，一趟船票也是要好几千块，而且班次很少，对，交通是非常不便利。格陵兰跟冰岛2个去做比较好了，像在冰岛呢，我只要租一台车，我想去哪就去哪，或是我想探索哪个点，我就自己开车过去。在格陵兰呢，我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一定都要买行程，就是变成说我要联系当地的旅行社，我要搭船，或者他们要开车送我出去，不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你徒步都是到不了的。像我们去看冰山，那就是要开船啊；我们去看那个鬼村，就是要开船。我们要开去冰川，就是当地人的吉普车这样子。那你们在当地的话，都用步行，不然就要搭计程车，都很贵，或是很久。它有一个步道，但是那个步行就是走路就是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然后前面我们其实都试着自己走，然后到后来我们有点放弃，我们都搭计程车。然后这边计程车就是快1块克朗在跳这样，台币4块在跳，就觉得对。
就是他们的交通很贵。那再来呢，食物也很贵，因为格陵兰呢，他们物资比较缺乏，他们食物都是空运或是海运过去，所以呢都有一个交通成本在，所以其实那边的物价比丹麦又更高。对，连丹麦人都说格陵兰东西很贵，因为像我们喜欢喝那巧克力奶那个 Kokio， 在丹麦19块克朗，在那边就要26块，就硬生生多了7块这样。食物基本上贵，而且我们吃不习惯，非常不习惯。而且我发现一件事，都没有找到什么当地因纽特人的传统在地美食，对没有他们都超市啊、餐厅就是加热的热狗堡啊，或是泰式。他们餐厅同时卖亚洲菜跟美国菜，对，就是汉堡、热狗、薯条就没了。其实选择很少，非常少，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那边都是去超市自己买回家煮，但是超市东西就是也贵松松这样子。大家讲到的就是格陵兰的开销非常非常高，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行程啊，都是18000块起跳，你开车出去也是要破万的。还有我们一开始过去的交通费，像我们从丹麦到格陵兰来回机票也是2万多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格陵兰不太适合旅行，但是它非常适合探险。对，它是适合探险的。对，就是你有一个想要探险的心的话呢，我觉得格陵兰是一个选择。你想要比较轻松、享受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冰岛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是挪威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一趟呢，你问我值不值得，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也谢谢自己有做一个决定，就是去看看那边，因为那边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非常壮观的冰川啊，还有那个海上的冰山，整个都非常壮观，而且是很原始的样貌。对，真的很原始，因为那就是没有观光客的痕迹，甚至我们去了那个鬼村庄，它只有当地的小朋友会去夏令营，其他就是游客很少这样子。觉得这一趟感受到非常原始的一个旅程跟探险，就是我还是觉得很值得。但是呢，就是我这辈子也只会去这么一次，因为它真的太硬了。只要你想要看极光啊、看峡湾啊，或是其他地方有冰川，你想要去看这些东西，其实有别的选择，更舒适的选择，而且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点。格陵兰真的很贵，非常贵，所以呢，看我们影片里面真的就是赚得到因为这一趟真的是你自己要亲身去体验，真的是要花很多钱，真的是花很多钱。请出门回台湾价值观扭曲，你会吃几个月泡面？我先说没有，我们在格陵兰吃最多的就是泡面，泡面真的便宜又好吃，其他食物我真的是吃不习惯。像我们出去吃餐厅，就一餐2、3千块，我真的是吃不动，而且也吃不饱。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体验很棒，大家看我们的影片，就是其实也很精彩，我也很谢谢自己做的这个决定。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格陵兰北极的 MV 总结，赶快看下去。
是不是很美很壮观？懂我们值得的点在哪了对，吗？其实是值得的，非常值得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北极格陵兰的探险系列，那也到这边就正式结束了。谢谢有追连载的各位。我们接下来呢会在欧洲自驾之旅，那我们会经过丹麦的西部，往下到德国，然后慢慢的经过汉堡、不来梅，然后开到荷兰。那大家再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吧。接下来可能就剩没很多支哦，大家把握一下，我们就准备要回台湾了。格陵兰影片就到这边了，喜欢的话呢，可以把前面你喜欢的部分就分享出去。MV 好看的话呢，分享出去，你可以荧幕录影啊，发在你的限动啊，把影片啊分享在你的 Facebook，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帮我们多赚几个点阅咯。当然还有订阅跟留对，言拜。托订阅留言，影片看2遍支持我们。或是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次北极连载心得，或是你们想看我们去哪边冒险等等的。我其实有几个地方在。就是想要出发去探险这样，他已经在逼问我了，但是小宪哥目前好像想先在台湾先待一阵子，可以待几个月吃一下美食了。因为台湾食物真的，你说便宜吗？虽然最近大家东西都在涨价，但是相较国外或是其他地方，真的便宜好吃。我现在很想吃卤肉饭，我想吃变小的，我想喝羹面羹汤，我想吃牛肉面，我想吃烧，我想喝发发牧场，对，真奶什么的，这边的真奶真的是5告拍里，一般要240块台币。真的。你们懂珍珠吗？你们会卖吗？好啦，那就先这样咯，大家晚安，拜拜。好在乎回购团呢，有需要的就再支持起来，那没需要的就不要乱花钱了，好吗？大家晚安，拜拜。